我要说点残酷的东西，承受能力差的别看。非战斗人员最好撤离现场。穷极一生，我们到底在追求什么？答案就一个字：富。觉得太表面了。先别急住反驳，耐心看完再说。1. 挣脱不掉的欲望。人生只有3万天，每天醒来，你都会发现自己缺点什么。这个富不单指钱，而是你渴望的一切。小时候不馋，少年时立志成为人杰，壮年时期追求功成名就，老了希望儿孙满堂。吃喝玩乐永无止境，千万别说我满足了，什么都不求了，因为马上就会想要新的东西。2. 穷由外至内，富由内至外。穷的人情绪波动大，见识浅，目光短，认知薄弱，生活品质低，陷入恶性循环。富的人情绪稳定，见识广，目光远，认知完善，生活品质高，进入良性循环。要先有经济独立，再有人格独立。经济是富的起点，你需要活着，需要自由，思想上要解放。冲出来了，恭喜，你真的富了。3. 窥见真相，还以破局。现实是残酷的，大部分人都穷，少数人赢在娘胎里，有天上掉馅饼的运气，有自立自强的勇气。普通人大部分在穷人行列，解决了生存，却难以走到成功。赢在娘胎里，有些人天生就含着金汤匙，生在有钱人家，获得社会资源和优等基因的概率比普通人高。这样的富，不是新手村起步，而是出生就赢在起跑线。而出生不可控，这就是命。天上掉馅饼，有些人祖坟冒青烟，侥幸得到好运。天上没有白吃午餐，但如果馅饼砸到你头上，你接住了，就接近了富人的行列。可惜这种希望渺茫，不一定轮得到你，就算接住了，也不一定能把握。自立自强，勇闯难关，这才是你能控制的。多劳多得，积少成多，恒之必然。人生其实是一场场交易，付出你有的，去换你想要的。付出不一定拥有，但不付出就一定没有。接受现实，寻找出路。绝大部分人不会赢在娘胎里，活在生存和成功之间。某天你会突然发现，人生剧本设定穷富有差距。如果大多数人都富了，剧本会乱套，谁去做那些苦活累活？剧本必须让人和人之间存在差距。你会是那个天才吗？不如你试试逆袭，接受自己的普通，弄清自己所处的环境和位置，才有勇气往前闯。先思后行，思行并进，从不停歇。古代与现代，古往今来，大多数人都在为糊口努力。农耕、种粮、吃饭是生存的基本需求。古时候把人的位置划分成士农工商，就是个套，随时的套。那些赢在娘胎里的富人，要从头富到尾，稳稳当当的享受生活，就必须设位置的套给其他人套住。鼓励是维持社会体系运转，给是权利，享受待遇在自己之下，在其他人之上，受自己掌控，帮自己做事儿。权力不能放开，放开了他们就不干活了，不如造反。农地位自然不能低，否则谁还种地？不如造反。工明明是体力劳动，又是脑力劳动，为什么排在农后面？因为生产力薄弱，给点甜头就乐呵，否则不干活。商排在最后，因为他们懂赚钱，有经济头脑，受排挤，翻不起大风浪，踩在脚下。适可而止。穷的人永远比富的人多得多，你终生所拥有的比富的人少，那就动啊！别指望富有的人带你致富，绝大部分是骗你的。要满足自己的欲望，只能指望自己。手不执法，先思再行。大部分普通人都在穷人行列，拥有的少，于是疯狂内卷。找准方向了吗？不识字，那就学识字；没文化，那就读书；没技能，那就学艺。智商不够用，情商不够用，口才不好，那就锻炼克服。家庭条件差，买不起房，结不起婚，养不起孩子，那就创收。先去工作创收。体力劳动者还是脑力劳动者，你都是在打工，用劳动换报酬。没有捷径，稳扎稳打，省钱积累，积少成多。勤奋工作，在不提高生活品质、不享受的前提下，终于有了积蓄。不要停下来，继续工作创收，再用创收去创收。做小本生意，搞副业，怕风险，学以致用，把你会的当商品。最后的选择，这也是李白写下钟鼓馔玉不足贵后，为何说但愿长醉不愿醒的道理。理想太遥远，不如做个梦，精神上富了。现实却残酷，一个大耳瓜子把你扇醒，你又要生恨。有人降低需求标准，自得其乐。你说他们糊涂吧，但他们自得其乐。真实的选择，你可以找一份薪水不多不少的正当收入，过简单日子，和实力相当的人结婚生子，持续稳定的穷，少烦恼，少追求，知足常乐。儿孙自有儿孙福，自己去造。自欺欺人的富有，面临的环境是思想滞后。
生存条件差，教育和医疗落后，数不尽的烦恼接踵而来。在信息时代背景下，这个剧本属实难受。你会不甘心，被琐事折磨，多生怨怼，搞不好还可能面临大难临头各自飞的苦境。决定权在你，我是小玄子，朋友们，我们下次见。